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的故事，这故事可不是瞎编的，是我这些年做红娘攒下来的真事儿，里面有笑有泪，还有不少人间真情。故事的主角，一个是大陆妹子小雅，一个是台湾农村小伙阿成，咱慢慢聊，细节一个都不能少。毕竟丽姐讲故事最讲究的就是这份真实。小雅是我老家那边的一个妹子，江苏农村出来的，家里种水稻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她人长得水灵，性格也泼辣，就是有点眼高手低，总觉得自己不该一辈子窝在村里。她常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不想一辈子种田，嫁个有钱人是我唯一的出路。这话听着有点现实，但你别说，大陆农村的年轻人，谁心里没点这样的念头啊？种地苦，收入低，年轻人跑城里打工，村里剩下老人小孩，日子一眼望到头。小雅呢，大学读了个专科，毕业后在城里当文员，工资也就3、4千，租房吃饭一扣，剩不了啥。她一心想找个高富帅，结果相亲几十次，不是对方看不上她，就是她嫌人家不够有钱。哎，这丫头，丽姐我劝她多少次了，婚姻不是买彩票，得看缘分啊。后来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台湾的男生，就是阿成。阿成家在台北附近的一个农村，离台北开车也就1个多小时。他家境普通，父母种菜养鸡，家里有几亩地，日子不算大富大贵，但也饿不着。阿成人老实，长得挺清秀，个子不高，1.7米出头，戴个眼镜，斯斯文文的。他在台北一家小公司做文职，月薪大概4万多新台币，换成人民币也就8、9千吧，在台湾算不上啥高收入，但比小雅强点。我跟小雅说，这男生不错啊，踏实肯干，家里条件也还可以，你考虑考虑。小雅一听是农村的，立马皱眉，丽姐，农村的我可不要，台湾农村不也跟大陆一样，又穷又没前途吗？我一听这话，赶紧给她科普，哎呦喂，你可别小看台湾农村，人家农业技术多先进啊，种出来的水果蔬菜那叫一个精致，哪像咱们这边靠天吃饭。小雅半信半疑，但看在阿成长得还行，又有稳定工作的份上，勉强答应聊聊。两人加了微信，开始线上聊。阿成说话特别台湾腔，慢条斯理的。小雅一开始还觉得新鲜，时间长了就嫌他娘娘腔。阿成呢，对小雅倒是挺上心，每天问她吃了吗，累不累，还会寄点台湾的特产过来，比如凤梨酥、太阳饼啥的。小雅嘴上嫌弃，心里其实有点小感动。聊了几个月，阿成提出见面，小雅就飞去台湾了。第一次见面，阿成带她去台北101逛了逛，又请她吃了鼎泰丰的小笼包。小雅回来跟我说，丽姐，这台湾男人还挺会哄人啊。我笑她，那当然，人家台湾男生浪漫得很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见面后，两人感情升温快得很。阿成隔3差5飞大陆看小雅，小雅也去过几次台湾，阿成带她回老家，小雅一看那农村，眼睛都瞪大了。她本来以为台湾农村跟大陆似的，泥巴路、破房子，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阿成家住的是一栋2层小楼，外面刷得干干净净，院子里种着芒果树和火龙果，鸡圈里养的还是那种高档肉鸡。小雅跟我说，丽姐，他们村子也太高级了吧，路都是水泥的，田里还有自动灌溉，种出来的菜都卖到日本去了。我哈哈大笑，跟你说了吧，台湾农业多牛啊，人家靠技术吃饭，不是咱们这边的大水漫灌。小雅点点头，但她还是有点不满意，不过他们家也就这样吧，没啥存款，感觉没啥大出息。我一听就急了，哎呀，你这丫头知足吧，人家日子过得稳稳当当，你还想要啥？可小雅这人啊，心气高得很，她觉得阿成虽然不错，但不够有钱，不够有野心。她跟阿成说，你家这农村生活，我看没啥未来，咱们要是结婚，我可不想一辈子守着这几亩地。阿成听了这话，愣了半天，才慢悠悠地说，小雅，农村生活是没啥不好啦，我们这边种地赚的钱够用就好，我也不想去台北挤破头。小雅一听这话，火气就上来了，你这人咋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？我嫁给你图啥？两人吵了一架，小雅气呼呼的回了大陆。这还不算完，双方的父母也开始掺和。
小雅爸妈听说阿成是农村的，死活不同意。台湾农村有啥好的？离得那么远，嫁过去连个娘家都回不了。阿成爸妈呢，也看不上小雅，这大陆妹子心太大了吧？我们家阿成老实，他会不会嫌弃我们？两边家长都反对，这事儿就更悬了。我夹在中间劝啊劝，头都大了。小雅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看这婚结不了，他家那农村日子我过不下去。我叹口气，丫头，你再想想吧，台湾农村真没你想的那么差，人家阿成对你多好啊。可他铁了心要分手，没多久就跟阿成提了分手。阿成伤心得很，打电话给我，丽姐，我真的很喜欢小雅啦，她为啥看不上我？我安慰他，缘分这东西强求不来，你别太难过。分手后，小雅继续在大陆相亲，找她的高富帅。阿成呢，回了台湾，慢慢调整心情。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，谁知道1年后剧情大反转啊！这丫头竟然跑到阿成家门口求复合了，而且那时候阿成已经有了新生活，甜蜜得很。这到底咋回事？原来小雅跟阿成分手了。他嫌弃台湾农村没未来，阿成呢也没强留他。分手后，小雅继续她的高富帅追梦之旅。我还劝她，丫头别太挑了，缘分错过了可就没了。她不听，硬是觉得自己能找到更好的。结果呢，相亲一场接一场，不是遇到妈宝男，就是碰到油腻大叔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这世道咋回事啊？有钱的不帅，有帅的没钱。我笑他，你这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，现实哪有那么完美啊？小雅不服气，继续折腾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她年纪也大了，眼看着奔3了，心里开始慌了。再说阿成这边，分手后他回了台湾，日子照旧过。他爸妈看他失魂落魄的，就给他介绍了邻村一个女生，叫小文。小文是地道的台湾农村妹子，长得清秀，性格温柔，家里也种地，跟阿成家门当户对。两人聊了几次，觉得挺合拍，就处上了。小文不像小雅那么挑剔，她跟阿成说，我觉得啦，农村生活挺好的，空气新鲜，吃的都是自己种的，多健康啊。阿成听了心里暖暖的，觉得这才是过日子的人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小文真的很好啦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？我哈哈笑，你这傻小子，之前眼瞎了吧？现在知道珍惜就好。阿成跟小文感情发展的快得很，半年不到就订婚了。订婚那天，他家院子里摆了10几桌，乡亲们都来帮忙，杀鸡宰鸭，热闹得不得了。台湾农村的婚礼啊，讲究一个实在，菜都是自家种的，鸡是自家养的，连米酒都是自己酿的。小文穿着简单的小礼服，笑得甜甜的。阿成站在他旁边，脸上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。我看了照片，感慨万千。哎呦，这才是生活呀，多接地气。订婚后没多久，小文就怀孕了。阿成忙着装修房子，准备迎接新生活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啦，农村生活也没啥不好。我点头，对呀，你看你们台湾农村技术那么先进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，哪像小雅说的没未来。这边阿成甜蜜家庭都快成型了，那边小雅却过得越来越惨。她相亲没啥进展，工作也不顺，工资没涨，房租倒是涨了。她开始怀念跟阿成的日子，想起阿成对她的好，想起台湾农村那干净的小楼和甜甜的芒果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是不是错了啊？阿成其实挺好的，我咋就那么瞎呢？我叹气，丫头，现在后悔有啥用啊？人家阿成早翻篇了。可小雅不死心，她偷偷买了机票，飞去台湾，想找阿成复合。那天，她到了阿成家门口，看到院子里晾着小文洗的衣服，阿成正在修剪果树，小文挺着肚子在旁边递水，那画面温馨的让人眼红。小雅愣住了。他没想到阿成这么快就有了新生活，他鼓起勇气敲门，阿成开门一看是他，表情都僵了。小雅眼泪哗哗的流，阿成，我错了啦，我不该嫌弃你，我现在知道你的好了，咱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啊？说完，他扑通一声跪下了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阿成吓了一跳，赶紧扶他，小雅，你这是干啥啦？我现在有家庭了，不能跟你复合啦。小文听到动静出来一看，脸都白了，但他没吵没闹，只是默默站在阿成旁边。小雅跪在那儿不肯起来。阿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要什么高富帅了，我就想跟你过日子。阿成为难得很，叹口气说，
小雅啊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我现在有老婆有孩子，不能回头啦，你也别这样，好好找个适合你的人吧。小雅哭得更凶了，可阿成态度很坚决，最后还是小文叫了邻居，把小雅劝走了。小雅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阿成一眼，那眼神，哎呦喂，真是让人心酸又无奈。小雅回来后给我打电话，哭着说，丽姐，我是不是活该啊？我咋就那么蠢呢？我安慰她，丫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你看台湾农村跟大陆的差别多大，人家农业技术那么牛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，你当初咋就看不上呢？小雅哽咽着说，我现在才知道台湾农村根本不穷啊，他们种的东西又好又值钱，我以前真是眼瞎。我叹气，是啊，大陆农村靠天吃饭，台湾农村靠技术吃饭，这差距不是一点半点，你当初要是多了解点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小雅回了江苏老家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魂儿。她跟我打电话，声音哑得不行，丽姐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，阿成不要我，我还找得到啥好男人啊？我听着心疼，可也得泼他冷水。丫头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惨，你才28，又不是82，日子还长着呢。小雅哭着说，可是我错过了阿成这么好的男人，我现在才知道台湾农村多好，我以前咋就那么傻呢？我叹气，是啊，你当初嫌人家没未来，现在后悔了吧？台湾农村那技术，那生活，哪是咱们大陆农村能比的？小雅不吭声了，我知道她心里苦，可这苦啊，是她自己选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雅没再急着相亲，她开始反思自己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以前太功利了，总想着嫁个有钱人，可到头来啥也没捞着。我点头，对啊，婚姻不是交易，图钱图得太狠，最后容易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小雅听了，沉默了好久，然后说，我得先把自己过好，不然啥男人都留不住。这话让我挺意外的，这丫头总算开窍了。她辞了城里的文员工作，回村里跟爸妈一起种地。她家那几亩水稻田，靠天吃饭，收成时好时坏。小雅不甘心，她上网查资料，还跑去县里学农业技术，想着能不能把地种得更好点。我问她，你这是要当新农人啊？她苦笑，丽姐，我没别的路了，总得给自己找条活路吧。小雅开始折腾，她买了点种子，试着种西瓜，还学着用滴灌技术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去台湾的时候，看到阿成家田里那自动灌溉，太牛了，咱们这边咋就没人用呢？我笑他，大陆农村技术落后啊，人家台湾农业可是精耕细作，种出来的东西都能出口日本。你这西瓜要是种好了，说不定也能卖个好价钱。小雅还真下了功夫，她一边种一边学，忙得满头大汗。村里人看她一个女娃折腾这些，都笑她，小雅，你这是干啥啊？种地有啥出息？她不服气，谁说种地没出息？我就是要证明农村也能过好日子。哎呦，这倔劲儿，丽姐我都佩服她了。再说阿成那边，他跟小文的小日子越过越甜蜜。小文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叫阿宝，白白胖胖的，可爱的不得了。阿成每天上班，下班回家就帮小文带娃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现在才知道啥叫幸福啦。小文对我好，阿宝又乖，农村生活真的没啥不好。我哈哈笑，你看吧，台湾农村多棒啊！你家那芒果树今年结了多少果？阿成得意地说，结了不少啦，都卖到台北去了，赚了几万块。我感慨，哎呀，你们台湾农民真是厉害，种地都能种出花来。阿成慢悠悠地说，其实也没啥啦，就是技术好一点，日子过得稳当就好。阿成家那几亩地，靠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，年年收成都不错。他们种的菜和水果品质高，卖得贵，连日本和东南亚的订单都有。小文还开了个小网店，把自家产的芒果干、凤梨酱卖出去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他跟阿成说，我觉得啦，咱们农村生活一点也不比城里差，空气好，吃得好，还能自己当老板。阿成点头，对啊，我以前还羡慕台北那些白领，现在觉得他们挤地铁那么累，有啥意思？我听了只感慨，这夫妻俩真是把台湾农村的日子过出了滋味。小雅那边呢，西瓜种了1年后还真有了起色，她学的滴灌技术派上了用场，西瓜长得又大又甜，
拿到镇上卖，供不应求。他跟我说，丽姐，我赚了3万多块，比我以前上班强多了。我夸他，哎呦，不错啊，你这是要发家致富的节奏。小雅苦笑，哪有那么容易呀？咱们这边市场小，技术也跟不上，想再往前走一步太难了。我叹气，是啊，大陆农村跟台湾比，差距不是一点半点。人家台湾有政府支持，技术推广的好，咱们这边还得靠自己摸索。小雅点点头，我现在才明白，阿成家的日子多安稳，我以前咋就看不上呢？时间一晃，2年过去了。小雅的西瓜生意越做越大，她还拉着村里几个年轻人一起干，搞了个小合作社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想去台湾看看，学点技术回来。我一听就乐了，好啊，你这是要走国际化路线啊？她笑，我就是想看看阿成他们咋把农村过得那么好，我得取取经。我点头，去吧，台湾农村的技术真值得学，回来好好干，丽姐支持你。小雅攒了点钱，真的飞去了台湾。这次她没去找阿成，而是报了个农业培训班，认认真真学了1个月。她回来跟我说，丽姐，台湾农业太牛了，他们连土壤都要检测，肥料都精确到克，咱们这边真是拍马都赶不上。小雅学成归来，把台湾的技术用到了自家田里，她种的西瓜品质更好了，还试着种了点台湾品种的凤梨，卖到了城里的大超市。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现在不求嫁高富帅了，我就想把这事业干好。我哈哈笑，丫头，你这是从恋爱脑变成事业脑了，进步啊。小雅也笑，没办法，人总得长大吧。她的事业慢慢有了起色，村里人都夸她，小雅这丫头真有出息。她爸妈也乐开了花，早知道种地能赚钱，我们就不逼你相亲了。小雅苦笑，爸妈，我以前是眼瞎，现在总算醒了。阿成那边呢？阿宝3岁了，会跑会跳，整天跟在阿成后面喊爸爸。小文的网店越做越大，他还雇了村里几个嫂子帮忙包装发货。阿成跟我说，丽姐，我们现在存款有几10万了，日子过得踏实得很。我感慨，哎呀，你们台湾农村真是宝地啊，技术好，人勤快，哪像小雅说的没未来。阿成笑，小雅那时候不懂啦，现在她过得咋样？我把小雅的事跟她说了，她听了挺惊讶，她现在这么厉害啦，真没想到。我笑，是啊，人都是逼出来的，她现在可比以前强多了。故事到这儿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小雅没再去找阿成，她知道那段缘分早就断了。她靠自己的努力，把大陆农村的日子过出了点模样。虽然跟台湾农村比还有差距，但她总算找到了自己的路。阿成一家呢，甜蜜幸福，农村生活越过越红火。台湾农村的技术和大陆农村的韧性，两种人生，两种结局。丽姐我看了都感慨万千啊。最后，小雅给我发了个微信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劝我那么多，虽然我没跟阿成走到一起，但你让我明白了很多。我回了她，丫头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你现在这样，丽姐为你骄傲。阿成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丽姐，谢谢你当初介绍小雅给我，虽然没成，但让我懂得了珍惜现在的生活。我哈哈笑，你们俩啊都是好样的，丽姐我这红娘没白当。这故事讲完了，大家有啥想法啊？台湾农村和大陆农村的差距，爱情和人生的选择，是不是挺值得琢磨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丽姐下期再给大家讲新故事。感谢收听，咱们下次见。